猜猜，凡间求财者众，给不给，得看德行。你逢求必应，乱了规矩，下凡去，看清人间百态。投胎怎么出问题了？去，再来挡老子生意，剁了做肉包子。好饿，我怎么变成小狗了？好狗不挡道，滚开！完了，彩彩要被人踹死了！住手！不要怕，我不是坏人。小狗狗饿了吧？来，我这正好有吃的。这个姐姐人好好呀，这还是彩彩遇到的第一个好人。怎么头顶有恶气缠身？这是丧财散家之兆。谁在说话？漂亮姐姐，我来帮帮你。怎么回事？突然感觉浑身轻松了。长了！嘿嘿，彩彩肚肚饱了，就有力气用法力了。彩彩，你叫彩彩是你在帮我。夫人，该走了。小可怜，你没有家，我有家，却和没家差不多。你愿意跟我走吗？真通人性。昭雪，集团董事会已经做出决定了，你签了这份股权转让书，退出天雪集团总裁位置。天雪集团是我一手创办的，凭什么？凭什么？集团香水查出有害物质，股价暴跌，集团不送你进去坐牢就不错。这个里面有蹊跷，不用了！你个不知好歹的晦气女人！集团交给你，我们许家早晚破产。现在多亏了小雅，小雅才刚来，咱们股价就升了。赵总，哦不对，昭学姐，好久不见了。柳青雅，你怎么在这里？自然是有人请我来的。昭学姐，咱们能力不足就别硬撑了。现在集团一团糟，我听奶奶说你连家庭都还照顾不好，干脆都退位吧。柳青雅，当初你只是个应届实习生，是我一手把你提拔到部门总监。这次香水项目明明是柳青雅负责的，出了问题我都没责怪她，而她现在却要顶替我的位置。闭嘴！小雅可是海归高材生，人漂亮有气质，比你强10000倍。小雅啊，才是我们许家认定的儿媳妇。哼，昭学姐，天雪集团毕竟是你的心血，总裁位置虽然没了，但我可以留你在公司扫厕所，不然你可能就要和这条小狗一样，成为丧家之犬了。我为许家付出了5年，你们竟然要把我扫地出门！昭雪，希望你理解，为了集团的发展，我们必须先要撇清关系，我也没办法。大坏蛋欺负善良姐姐！死狗，它咬我！来人，这个疯女人和这条疯狗给我扔出去！许静明，你就这样对待你的结拜妻子吗？滚！别脏了许家的地！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这群坏蛋不配拥有财富。
我要收回给你们的财运。彩彩，我什么都没了，未来该怎么办？漂亮姐姐别怕，离开了那个渣夫，你会过得更好。彩彩要把你培养成女首富。你一条小狗狗自身都难保，还帮我当女首富？哼，我可是掌管世间财富的财神。好，好，好，小财神，许精明冻结了我所有的卡，恐怕很快我们就要吃不起饭了。有我在，不用怕。赵总，这是1年前我借您的2万块钱，我现在还你。昭雪，当年多亏你资助，这3万块请务必收下。支付宝到账10万元。赵总，您之前私人购买的冷门期货黄金，今天金价突然暴涨，10万收益已经打入您的未冻结账户。你打了个喷嚏，我手机里就多了几十万。彩彩，你太厉害了，简直是我的小福星。那当然，彩彩可是掌管天下财富的财神转世，这点小场面算什么？漂亮姐姐，接下来你全听我的，保证财源滚滚来。好，好，好，我全听彩彩的。财神大人，接下来有什么吩咐呀？把刚才赚的10万块全部买入这个绿源生鲜期货。现在黄金势头这么好，咱们不接着买黄金，去买这个冷门生鲜？正所谓水满则溢，月满则亏，黄金的财气马上就要散了。彩彩自有妙计，漂亮姐姐听我的准没错。总裁这个位置坐着就是舒服。赵昭雪那个蠢货，拼死拼活把天雪集团和许家做到这么大规模，最后还不是全都给我做了嫁衣？刘总，不好了，我们的股价刚才暴跌了。怎么可能？明明昨天我来的时候股价还涨了，怎么今天我刚上位，股价就跌停了？不知道啊，现在董事会全炸锅了，都在吵着要您给个说法。走，去会议室，一定是赵昭雪那个贱人在暗中搞鬼，看我不弄死他！涨了快5倍！彩彩，你快看，我们一个晚上赚了整整60万！彩彩，有了这60万，咱们省点花，将来很长一段时间都不用为生计发愁了。这才哪到哪儿？堂堂财神保佑的人，怎么能只图温饱？接下来，彩彩带你干一票大的。漂亮姐姐，我们去收购它。收购一家破产公司，还要300万。彩彩，咱们手里只有60万，从哪儿去弄这么多钱？而且这时候去收购一家破产公司，不是去当冤大后顶缸吗？昭雪姐姐，7天后，星辰香水的 X 补氏香须就会研发成功。到了那时，这家公司的估值将翻上100倍。别说300万，你拿3000万都买不到它的一根毛。东城供应商宣布停止合作，西山渠道商也把合同撕了，你们是干什么吃的？刘总，那些合作商说，他们之所以合作，认的是赵总，现在赵总走了，他们就停止。够了，肯定是赵昭远之前管理不善，埋下的隐患现在全爆雷了。这个扫把星！赵昭雪现在情况怎么样？赵总，赵昭雪现在租住在城中村的贫民窟，在长乐胡同13号。堂堂一个大总裁，现在只能窝在一个不足20平米的狗屋里发臭。可是，徐总、刘总，我刚刚得到消息，赵昭雪昨天通过买冷门黄金期货赚了10万，今天一早她买的生鲜期货又暴涨，一晚上赚了60万。运气好罢了，瞎猫碰上死耗子。运气只是一时的，靠这种投机取巧，
早晚赔的底裤都不剩。清雅，别管他了，明天龙腾商会有一场高端古董拍卖会，我们一起去参加，结交一下真正的权贵，顺便拍件好东西，去这2天的晦气。好呀，精明哥，明天我一定要艳压全场。那不是天雪集团的赵昭雪吗？听说香水暴雷，被许家扫地出门了。我还听说赵昭雪在许家作威作福，许精明实在忍受不了，才赶她出去的。现在穷得叮当响，还敢来龙腾拍卖会？哼，这群坏蛋胡说八道！漂亮姐姐，他们这么抹黑你，你快去解释清楚。有什么好解释的？弱者是没有话语权的，也没有人愿意去听弱者的解释。等我重新变强了，一切声音自然会烟消云散。漂亮姐姐真棒！那接下来咱们就准备放在拍卖场上，给他们一点小小的震撼吧。赵昭雪，你来这里干什么？怎么一晚赚了几十万，就想跑来我面前炫耀，还是抱着什么别样的目的？精明哥，别这么说，没准赵总突然开窍，懂古董见报了呢。怎么还带着这只流浪狗？哦，我懂了，2条丧家之犬抱团取暖，相依为命，真是感人。柳清雅，你嘴巴放干净点儿！你说我懒得跟你计较，但你不准说彩彩。我告诉你，她不是流浪狗，她是我的家人，我的孩子。再敢满嘴喷粪，别怪我不客气。把一条狗当成自己孩子，赵昭雪，你被赶出许家，失心疯了吧？死狗滚开！保安，死哪儿去了？还愣着干什么？快把这只狗给我打死，赶出去！这位女士，我们龙腾拍卖会没有明文规定不准带宠物入场，只要不扰乱秩序，我们无权驱赶。什么？好了，我们进去。昭雪，我倒要看看你带这条破狗能拍到什么垃圾。刘大师，接下来就请您长眼了。好说好说，包在我的身上。欢迎各位贵宾，本次拍品来自大江南北，有真有假，其中更是暗藏一件价值连城的绝世珍宝，能否淘到好货，就看各位的眼力了。祝大家好运！平玑焚菜花鸟纹盘成交，民国紫砂壶成交。赵总做了半天一言不发，是来练定力的吗？既然没钱拍不起，赶紧带着你的狗回家去。明朝宣宗时期青花瓷瓶，起拍价50万，每次加价不低于10万。竞拍开始。漂亮姐姐，举牌，跟他杠。60万。彩彩，这瓶子很值钱吗？我们手里只有60万，万一拍砸了怎么办？放心，彩彩这是丢烟雾弹。我们假装要拍，让那个坏女人故意去抬价，等后面我们真正要的东西出来，我们再出价，她就会以为我们还是在故意抬价。漂亮姐姐，这就叫布局。彩彩真坏。哼，我这叫聪明绝顶。70万。110万。你一个被赶出集团的人跟我比，你算什么东西？刘总财大气粗，我不要了。110万一次，2次成交。恭喜柳小姐。刘大师，这瓶子赚了多少？刘总，古董只有官窑和皇家用品才值钱，这个出自民窑，最多也就值60万，咱们亏了50万。什么？没关系，只要没让赵昭雪拍到，亏50万也值得。成交，成交，成交。赵昭雪，你就是故意的。柳小姐还真是财大气粗，视金钱如粪土，拿几百万买一堆破烂，佩服佩服。贱人！漂亮姐姐，就是这件价值连城的宝贝出来了。各位贵宾，
此物出土自西北荒漠，据专家初步推断，极有可能是商周时期的古董，起拍价30万。商周的，我看是上周的吧。彩彩，咱们的目标就是这个。漂亮姐姐，这个罐子上的财气都要冲出会场了，比整个拍卖会所有拍品加起来还要高100倍，务必要拿下它。40万。40万买个夜壶，昭雪，你还想玩刚才那种抬价的把戏骗我？刘大师，这破罐子确定没有价值吧？刘总放心，老夫拿项上人都担保，这就是个垃圾价，哪怕真是古董，也是最廉价的民谣，分文不值。老娘这次不跟了，让你自己砸手里。40万一次，40万2次，100万，200万，300万，400万，500万，600万。疯了，用600万买个破罐子，这俩人是杠上了，看好戏，看好戏。赵雪，怎么为了跟我斗气花600万？我警告你，等会儿你买不了单，别来求我。和你斗气？许精明，首先你太高看你自己了，你在我这里现在一文不值。其次，我求你，你别忘了，当初是我力挽狂澜把天雪集团带到上市。按道理来讲，你现在挥霍的每一分钱都是曾经的我赚来的。你，好，那我倒要看看你等下拿不出钱如何收场。600万一次，600万2次，600万3次，成交！恭喜赵小姐成功拍下这件神秘古董。彩彩，我们拍下来了，只要转手收购星辰香水的资金就有了。漂亮姐姐，东西得到了，咱们接下来就是狠狠出气了。各位贵宾，本次拍卖会圆满结束，接下来有请古董界泰斗陶文胜陶老先生登场。大家的拍品都可以请陶老先生免费长眼，判定最终价值。除了这件玉如意是轻仿的赝品，其余皆为正品，总价值1200万左右。精明哥，我们赚了100万！昭雪，你花500万买的那个破罐子呢？敢不敢拿上来让陶老先生长长眼啊？还是说你早就知道那是垃圾，吓得不敢动了？彩彩，这黑不溜秋的罐子真的是无价之宝。要是拿不出钱，龙腾商会的人绝不会让我们走出去。漂亮姐姐放心，这个破罐子确实不值钱，但是这里面却藏着这一张商周时期的天子金帛，只要摔碎它，真相大白。赵雪，你聋了吗？不敢就赶紧滚出去要饭！有何不敢？不见棺材不落泪，我倒要看看你今天怎么死。包浆自燃，胎土老旧，还真是件古董。不过这不是商招的，看这烧制工艺，最多是清末民国的民窑夜壶，价值吧绝不超过5万块。5万块，500万买了个5万块的夜壶，怪不得天雪集团被你带得快破产了。赵学姐，这下你打算如何收场呢？老夫就说嘛，绝对看不错。蠢货！许精明，怎么现在拿不出钱，想来求我替你买单了？不，我要跟你离婚。赵雪，你疯了吗？提醒下你，现在你还是我的妻子，这500万你只要低头求错，我或许会替你。精明哥，但你一旦签了字，我1分钱都不会给你。你想清楚，离了许家，你连生存都难。字我已经签好，许精明签字，滚出我的世界。
可之极。我倒要看看这个身无分文的疯女怎么收场。精明哥，离得好，这种丧门星早就该踢出去了。从现在起，我挣的每一分钱都与你无关。硬气完了，赵小姐，请问你现在拿什么付这500万？用你怀里那只会叫的畜生吗？漂亮姐姐，该给他们来一些小小的震撼了。谁说这件罐子是垃圾？陶老先生和刘大师都鉴定过了，这个5万块的夜壶。年轻人，老夫看过的古董比你吃过的盐都多，这就是个民谣残字。老朽从不看走眼，这罐子胎质松松，确实没有收藏价值。那你们就看好了。什么？怎么可能？这是传说之中的。真的是疯了！500万买的罐子，就为了砸了亲个响？花钱买到垃圾，恼羞成怒。赵昭雪啊，赵昭雪，你以为这里还是许家，能由着你撒野？我倒要看看，今天你怎么收场。昭雪姐，你说你何必呢？如果你一开始就向精明哥给我服个软，说不定我们念及旧情，还会帮你一把。何至于现在破罐子破摔？我何时需要你们呢？陶老先生，还请您继续长眼。赵小姐意思是，陶老先生，您不用管她，一个疯女人而已，还真以为……等等，这是天啊！这是上周时期的天子金帛。如果老夫没看错，这上面记录的甲骨文字，正是当年周王伐屈时的天子檄文，无价之宝，真正的无价之宝啊！什么天子金帛，听都没听过。这破罐子里怎么会藏着这种东西？假的，一定是假的。陶老先生，商周时期的物品怎会保存得如此之好？你会不会看错了？放肆！老夫在古董界摸爬滚打60年，钻研商周历史40载，怎会看错？休要再胡言！刘大师，你快看，这玩意儿价值多少？这完全无法估量。除了本身的价值以外，他对我国也研究商周历史，还有这极其重要的贡献，最少4个亿。4个亿，这玩意儿能值4个亿？姓刘的，你刚才不是信誓旦旦说的一文不值吗？刘总，我赵小姐，此物实乃无价之宝，价值无法估量。但老朽希望赵小姐能看在此物对龙国历史有巨大研究作用的份上，将它卖给我。老夫永远记这个情。老朽愿意倾尽全部身家，出价3个亿购买。赵小姐放心，老朽绝不会自己收藏，待研究完毕，立刻上交国家。彩彩，这是你找出来的，你说怎么处理？漂亮姐姐，卖给他吧。虽然3个亿的价格是低了点，但我们起码能少很多繁琐的流程。而且这位爷爷不是坏人，这件国宝给他，我们也放心。成交。您的账户已到账3亿元。3亿，不信运气会一直这么好。我们走。3个亿，彩彩，我们一天就挣了3个亿，恨不得把你融进身体里去。漂亮姐姐，松手松手，彩彩快喘不过气来了。彩彩，有你真好，我们未来再也不用依附于任何人了。漂亮姐姐，这才哪儿到哪儿？彩彩说了，要帮你成为首富，彻底让那个坏女人和渣夫后悔。彩彩说到做到。可是彩彩，天雪集团市值100亿，又岂是这么容易掀翻的？漂亮姐姐不要怕，彩彩的法力又增长了不少，有彩彩在，什么都能做到。接下来咱们该去收购它了。
赵昭雪带着那只死狗，真是走了狗运，随便瞎买个黑罐子，居然能挣3个亿。运气只是一时，人永远赚不到认知以外的钱。看着吧，不出3个月，那3个亿早晚全部亏出去。瞧你们那点出息，区3个亿而已，就把你们心神乱成这样。妈，老太君，如今我们天雪集团王牌产品暴雷，在走下坡路，极度缺乏一款香水产品来改变颓势。这次大会汇聚各方龙头，还有多个试验团队带着研究的新品，我们天雪集团必须要在大会上拿下一个新品，重振威势，这才是至关重要的，明白吗？妈，放心，清雅是国外商学院财经博士，对于投资这一块她非常了解。对，之前的古董我是不懂行，但这种投资招商大会，我一眼就能看出什么产品有竞争力，一定能让天雪集团一扫颓势，大放光彩。好，好，好，我就知道我不会看错人。赵昭雪怎么来了？彩彩，这次投资大会汇聚了全国顶尖的研发团队，我们必须要擦亮眼睛。西西，漂亮姐姐，这一切都不重要，我们的目标只有一个：星辰香水。只要拿下它们，漂亮姐姐就能重走来时路，不仅重返巅峰，甚至还能更进一步，彻底一跃成为国内顶级香水品牌。好，反正彩彩怎么说，我就怎么做。哎呦，这不是昭雪姐吗？刚赚了3个亿，就忍不住跑来商场显摆了。还真不是冤家不碰面。我怎么去哪儿都有你，真是阴魂不散。我缠着你，许精明，你未免太自信了。你这种男人，也只有柳清雅当个宝贝哥了。我现在正眼都不会瞧一下。哼，你赵昭雪，我警告你，别再死皮赖脸的缠着我家精明。一个被赶出家门、离了婚的女人，神气什么？没有我们许家，你的日子不好过吧？不劳您费心，我当然不费心。等这次我们天雪集团拿下顶级研发团队之后，必将垄断整个市场。清雅呀，这次让大家都看看你的投资眼光，让有些人知道什么叫土鸡，别想跟凤凰比。妈，您放心，这次投资我一定用出所有学识，给我们天雪集团找个宝贝哥搭回来。姓赵的，你怎么喜欢哪儿都带着这只狗吗？打算带着这狗过一辈子？和财财过一辈子，总比和一群畜生待在一起强。真畜生在脚下认不出，反倒说我们是畜生，真是笑话。没错，看见这纯狗我就生气，气死我了，气死我了！不行，彩彩要用法力给他们走个破财运。就你这小不点，吓得到谁？早晚把你炖了做狗肉汤。姓柳的，你动他一下试试。妈，走，别跟这种疯女人废话，把狗看得比人都重。哼。彩彩，你刚说让他们走个破财运是什么意思？嘿嘿，漂亮姐姐，你等着看就好了。教授，我们现在到底该怎么办？没有资金注入，对 X 香水的研发根本看不到未来，真的会有人投我们吗？一定会有的。天雪集团，自从他们家的王牌产品爆楼之后，天雪集团就一直在走下坡路，他们绝对需要我们的新产品。走，我们找他们聊聊。走。徐总，李老太君，我是星辰研发团队的李教授，耽误各位2分钟，看看我们的新项目。说，我们将36种珍贵中药材提取物，通过纳米级萃取，完美融入到了香水里面，做出了独一无二的复合香型。没错，最关键的是，只要喷上这款香水，通过呼吸道吸收，对心脑血管疾病、肺部哮喘都有极大的缓解作用。这是颠覆性的创新，我们将打造全球首例健康净化香水。健康融入香水，有点意思。
目前的研发进度目前到了最后阶段，只差最后一笔资金注入。笑死我了！把健康融入香水，老头儿，你这个项目就跟在高速公路上开酒吧一样好笑。谁买香水是为了治病啊？不是的，现在的都市人压力大，亚健康。哪里来的江湖骗子，敢跑到招商大会上来招摇撞骗，用香水治病？你怎么不说你的香水能让人长生不老呢？简直把我们天雪集团当傻子！我不允许你们这么侮辱教授！这个产品是我们团队几年的心血，你们不懂它的价值，凭什么随便践踏？哟，心血，垃圾堆里的心血，那也是垃圾。金明哥，快看，是史密斯研发团队，他们来了！就是那个最近在香水市场风头无六的团队。对，主研发人是国外顶级大师，他们将最新神经科技融入香水，里面有一种能让人着迷成瘾的成分，只要用过一次就会无限回购，这才是我们要找的摇钱树，必须拿下！快，清雅、金明，我们赶紧过去，绝不能让别人抢了先。滚！带着你们的垃圾赶紧滚！别在这里挡了我们天雪集团的财路！雪家还是这么急功近利，那种让人成瘾的成分，总感觉没那么简单。哇，金光，好浓郁的财院金光！漂亮姐姐，快看，就是他，我们要找的就是他。只要拿下这个老爷子，漂亮姐姐登临首富宝座指日可待。走，去接我们的合作伙伴。孩子们，老师尽力了，是老师没用，老师对不起你们，让你们跟着我受尽白眼儿，连个投资都拉不到。老师，您别这么说，您没有对不起我们，能和老师一起做这个项目，是我们毕生的荣幸。没错，那些肺部疾病患者，常年面临着佩戴呼吸机的痛苦，严重者甚至要定期洗肺。老师通过香水的雾化模式，让他们在呼吸间就能缓解病情，这是救命的东西。老师，我们不怪你，我们只是心疼你。好孩子，你们都是好孩子。走吧，收拾东西。或许天意弄人，现在还不是时候。但我们失败了，不代表这个项目失败了。未来一定会有后人站在我们的肩膀上，用我们的成果将其彻底出世。到那时，我们就是医疗界和香水界的里程碑。李教授，不用等未来，就是现在。认识一下，天雪集团前总裁赵昭雪。天雪集团前总裁，我听说过你，那个真正带着天雪集团起家的人。嘿嘿，老爷爷，准备好迎接泼天的富贵了吗？赵总，您找我们有什么事吗？各位来宾，荆州市天使轮招商引资大会正式开始，请投资方与融资方迅速落座。赵小姐，大
大会开始了，请您回到贵宾席。李教授，请你一定相信我，务必不要离开。星辰科研室，我投了。老师，这能信吗？我听说这位赵小姐刚被净身出户赶出许家了呀。是啊，咱们这个项目想要启动，最少还要300万的注资，她现在拿得出这么多钱吗？别胡说！赵小姐当初一手将天雪集团做到如今这个地步，那是商界的传奇。我信她的人品，她绝不会拿我们这种走投无路的人开玩笑。等，各位，这是我们的产品，代号魔鬼，它有着独一无二的香味，只要闻过一次，它就能让人深深着迷其中，无法自拔。这不是香水，这是魔法。清明哥，听到了吗？让人无法自拔，一定要拿下！只要靠着这个产品，我们天雪集团一定能打一个漂亮的翻身仗，不仅能称霸国内，还能直接拥抱海外，放眼全球。彩彩，我总感觉这个产品没那么简单。如果真有那么神，能让人无限回购，他为什么还要跑来龙国招商银丝？是，漂亮姐姐的感觉没有错。彩彩偷偷告诉你哦，那个蓝水水里面加了违禁神经毒素，很快就会爆雷的。谁要是给他们投资，不仅钱全部打水漂，还会引火烧身，自身难保。彩彩，你的意思是今天许家会投资他们？嘿嘿，谁会当这个大冤种呢？好难猜呀。我们的报价是1000万一股。1000万一股，抢钱啊！太贵了，风险太大。我们根本不需要投资，只是想打开龙国市场。限时10分钟，没有投资的我们就回去了。最近集团也不知道怎么了，到处亏钱补窟窿。咱们市值虽然100亿，但账面上能用的活动资金最多也就10个亿，如果全部用来梭趴，恐怕风险有点大。妈，机会错过可就没了，这可是能垄断全球的摇钱树啊！清雅，你觉得咱们该投多少？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，妈，您相信我的眼光，这东西的潜力绝对是无底洞，全买下来。精明，清雅说的没错，咱们该搏的时候就搏。10个亿，你们的股份我们天雪集团全要了。10个亿，许家真是财大气粗啊！太有魄力了，听说全是旁边那位柳小姐的功劳。柳小姐眼光独了，年纪轻轻就有如此魄力，天雪集团有了此物，必将一飞冲天啊！小姐是国外商学院的高材生，果然名不虚传。那当然了，我这些年的书可不是白读。看到了吗，赵小姐，这才叫投资眼光，这才叫运筹帷幄。我会带着天雪集团重获新生，达到一个你这辈子都想象不到的高度。这可不是你带着一只破狗，靠着投机取巧、一时运气好能做到。天雪集团有你柳清雅，未来恐怕是走到头了。你什么意思啊？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？10个亿买一张催命符，柳清雅，我真该替天雪集团谢谢你。赵昭雪，你少在这里装神弄鬼，等我的新产品上市，我要你知道你我的能力差距到底有多大。漂亮姐姐，我们让子弹飞一会儿。徐先生，我知道你们天雪集团现在的资金链烂得像一坨狗屎，不过还好，你身边这位美丽的女士有着无与伦比的眼光。你放心，有我们魔鬼香水的加入，绝对会成为你们天雪集团的救命稻草。是，史密斯先生说的对。美丽的女士，你做了最智慧的决定，请允许我给你来一个最高的礼仪。什么礼仪？美丽的女士，你未来会庆幸今天。漂亮姐姐，你快看，你的扎夫表情不对喽！为了钱，能让自己的女人当众受辱，许精明，我以前真是高看他了。下面有请星辰研发团队的李教授。各位投资人好，我们的产品是将36种中药材提取物融入香水，通过呼吸能够缓解心脑血管和肺部疾病。这是一款健康香水。扯淡！香水治病，当我是3岁小孩？现在的骗子真是不走心，
这种项目也敢拿上台？喂，老头儿，你还没死心呢？大家听听，健康香水这种破铜烂铁也会有人投？傻子才会投这种垃圾项目。谁说没人投？这个项目我投了。他谁啊？敢接这种烂摊子？这你都不认识？天雪集团前总裁赵昭雪啊。不过听说他连大学都没当完，根本不懂什么投资。难怪，没读过书就是没脑子，拿钱打水漂呢，比人家海归的柳小姐差远了。哎，昭雪姐，我知道你被赶出许家，心里有气，想跟我较劲，但你也不能拿自己的棺材本开玩笑呀。投资可不是过家家，你那点见识，还是别出来丢人现眼了。愚蠢！还好我早早把这个丧门星赶出了许家，不然就凭他这种猪脑子，我天雪集团早晚被他败光。赵总，您真的愿意投我们？赵总，我不能骗您，我们这个项目目前还有最关键的一环没有打通，存在风险，您一定要考虑清楚。李教授，不用考虑，我相信你，更相信你们团队的能力，放手去做，剩下的交给我。赵总，您的知遇之恩我没齿难忘，只是要打通最后一环，启动量产，这个金额可能不会低。我想投这个数。30万，30万也很不错了，至少能让我们把实验室的租金续上，买点基础材料。30万！赵昭雪，你跑来招商大会就拿30万出来丢人，30万还不够我买个包的，真是穷疯了！谁说是30万啊？我说的是3个亿。什么？3个亿？疯了，简直疯了！拿3个亿投这个垃圾项目！赵小姐，太多了，这太多了，我们只是个实验室，完全用不了这么多资金，您快收回吧。不多，这3个亿不仅仅是你们的研发费用，还包括后期的批量生产、运营、宣发，以及全国各地线下门店铺货，全部都在里面。资金管够，李教授，你放手去做就是。好，我一定拼尽全力，绝不负赵小姐期望。赵昭雪，你疯了！3个亿投这个破铜烂铁，你以为这还是买期货、买古董吗？靠运气就能赢？我还不需要你来教我做事。哎呦，赵学姐，你将全部身家投入这个破烂项目，看来你觉得你有必胜的把握了。我相信我的眼光，也相信李教授的能力，更相信财财带给我的财运。嘿嘿，漂亮姐姐真棒，财财就是最厉害的小财神。相信一条狗带给你的财运，赵昭雪，我看你是真疯了。赵昭雪，你靠着瞎猫碰死耗子赚了一笔钱，真以为自己运气能一直好下去？你别说，自从和你分开后，我运气还真不错。好啊，那你敢跟我打个赌吗？赌什么1个月后，我的魔鬼香水就会上市，到时候我们就比一比，谁能抢到的市场份额更多。赵小姐，这太仓促了，我也没有把握1个月之内能研发成功啊。漂亮姐姐，跟他赌，财财的法力又恢复了不少，又能做新的事情了，1个月之内一定能研发成功，包在财财身上。好啊，赌就赌。不知死活！赵学姐，到时候输得倾家荡产，可别哭着来求精明哥收留你哦。这赵昭雪真是飘了，拿个破草药香水去跟国外的顶级科技拼，简直是以卵击石。赵昭雪输定了。既然是赌，那就需要赌注。
你一个被扫地出门的弃女，能拿出什么做赌注？你想赌什么？第一，天雪集团换名退市。天雪集团的雪字是我赵昭言的雪，不要拿着我的招牌出去招摇撞骗。第二，公开证明，告诉所有人，不是你许金明休了，而是你婚内出轨，是我赵昭雪不要的你。喂，你凭什么？还有你，第一，我要你登报道歉，承认你知三当三，勾引上司丈夫，背刺恩人。你胡说什么？第二，公开承认天雪集团香水查出有害物质，是你柳清雅一意孤行，自以为是，与我赵昭雪毫无关系。第三，你3番2次出言侮辱彩彩，我要你当众向彩彩道歉。你这个疯女人，你要我跟一条狗道歉？做梦！赵昭雪，你倒是能耐了，是不是要把老身也算进去，变成赌注？按理来说你是长辈，可你暗中3番2次挑拨夫妻关系也就罢了，更是唆使儿子在外面找女人，将亲儿媳赶出家门。你刻薄寡恩，愚昧不明，简直无药可救。你根本不配参与我的赌注。哇，漂亮姐姐这一段太帅了，杀疯了，杀疯了！条件提的挺好，那要是你输了呢？如果我输了，我去与他们谈，所有违约责任我一个人担，我负责让他们重新与天雪集团合作。成交，1个月后输得很惨，到时候我会亲手把你的那条破狗炖。那就拭目以待吧。李教授，带上东西，我们走。赵总，我实在不明白，您为什么这么相信我？3个亿啊，这可不是小数目。李教授，我相信，一个能将自己的一切全部奉献给梦想与热爱的人，拿到的结果绝对不会差。可是赵总，现实很残酷，有时候努力并不会换来回报。我担心，万一失败，给您赚不到钱。放心好了，我相信财神不会让我输的，对吧，彩彩？赵总，您似乎将这条小狗看得很重。她就是我的孩子。其实我也把漂亮姐姐当成了妈咪。赵总，您看，目前前面的35道工序全部完成，但最后一步，也就是药效的流失性问题，始终无法解决。我想了整整3天了。香水挥发时，中药成分会迅速流失，无法被人体有效吸收，就差这最后一点，始终感觉差一点。哎呀，这个老爷爷好笨哦，这么简单的问题都想不明白。漂亮姐姐，你让他把手给我。小家伙，你也替我发愁吗？对呀，冷凝萃取法，只要加入微量的天然蜂蜡作为锁水剂，就能完美锁住药效。我怎么没想到？神了，真是神了，就好像突然开了窍一样。彩彩，你说李教授真的能在期限内研究出来吗？漂亮姐姐，彩彩出手，天下我有，你等着看好戏就行啦。喂，李教授。赵总，成了，我们真成了，药效流失率低于0.1%，堪称完美。稳住，我马上过来。
彩彩，我们走，准备反击。史密斯先生，这次的产品发布会必须打个漂亮仗，把那个什么狗屁星辰健康香水给我彻底挤出市场。我要让赵昭雪跪着爬到我面前，哭着告诉我她有多愚蠢。精明哥说的对，他还妄想让我给一条狗道歉，做他的春秋大梦。等他输得倾家荡产，我要他当着全城媒体的面，给我的鞋面舔干净，再把那条破狗炖成一锅汤。哈哈哈哈哈！许先生、柳小姐，你们的担心完全是多余的。龙国人懂什么香水？中医更是巫术。我们的魔鬼香水采用的是全球最顶尖的化工科技，碾压它们就像捏死一只蚂蚁一样简单。好香！我从业香水行业这么多年，从未闻过这么好闻的味道。它完全不刺鼻，极其柔和，而且带着一种龙国传统草木的高雅气息。闻一口，感觉整个肺部都被净化了。赵总，这就是中药的魅力。我们将36味名贵中草药的香气进行了完美融合。李教授，哪怕这瓶香水没有任何健康功能，单凭这个香味也足以在市场上大杀四方。通知工厂，明天开始全面量产，直接上市。哎呀，漂亮姐姐，彩彩集团也太难听了吧，好羞耻哦！哪里难听了？我觉得很好听。如果没有彩彩，就没有现在的我，更没有这家公司。嘿嘿，漂亮姐姐最好啦！彩彩以后要帮姐姐赚好多好多钱。赵总，生产机器、厂房、原材料已经全部到位，明天一早就能全力生产。我们初步定下了3种香型，分别命名为雪春、鹅梨和陈县，日生产量能达到10万瓶，初步定价388元一瓶。如果能全部卖出去，我们的日销售额能达到3800多万。李教授，我们尽量把价格压低，拉在亏损线上缝一点点就行。我们的目的是让每一个人，尤其是患有呼吸道疾病的普通病人，都能够买得起、用得上。切记，它不仅是香水，更是拯救病人的良药。2,999，这也太贵了吧！一瓶香水，普通人半个月工资了。哎呀，天雪集团这是抢钱啊！贵？哪里贵了？不要睁着眼睛乱说。觉得贵了，有的时候找找自己的原因。这么多年工资涨没涨？有没有努力工作？哪个国际大牌香水不要几千块？我们魔鬼香水采用全球最顶尖的化工提纯技术，让人闻一口就忘不掉，绝对值得这个价。徐总，刚刚得到消息，赵昭雪注册了新公司，挂牌叫彩彩集团。他们发布了3款古方香水，定价每瓶只要288。彩彩集团。彩彩集团拿一条破狗的名字当集团名字，定价288，这是去收破烂吗？赵昭雪现在真是彻底疯了。本台报道，天雪集团昨日发布的魔鬼香水引发抢购狂潮，各路网红纷纷带货，天雪集团正强势抢回市场份额。太香了，喷了这个香水就像上瘾了一样，根本停不下来。我连饭都不想吃，只想闻它。相比之下，由天雪集团前总裁赵昭雪重金打造的彩彩集团，其推出的3款古方香水目前表现不佳，线下门店门可林雀，市场反应冷清。赵总，这可怎么办啊？
他们的销量是我们的上百倍。再这样下去，我们的3个亿就全打水漂了。李教授，慌什么？香水让人上瘾，连饭都不想吃。你觉得这是正常现象吗？让子弹飞一会儿。我们的产品是治病救人的，靠的是口碑，不是营销。稳住军心，照常生产。哎呦喂，这就是昭学姐的新公司啊！这破地方比我们天雪集团的一个厕所大不了多少，真是寒酸死。赵女士，听说你们的香水都没人买，我就说了，你那3个亿不如投给我们，起码还能分点汤喝。时间还没到，胜负还未分，我们不见得输。赵昭雪，你看到了吗？这就是跟我们作对的下场。你那3款破香水儿，连给我们魔鬼提鞋都不配。流水不争先，争的是滔滔不绝。你急什么？距离赌约结束还有整整27天。死鸭子嘴硬，时间一到，我看你拿什么还债！欢迎光临猜猜香水，小妹妹需要看点什么？姐姐，我想买一瓶香水。我妈妈明天过40岁生日，她患有严重的慢性哮喘，每天晚上都咳得睡不着觉。这些年为了给我上学，她花光了所有钱，从来没舍得给自己买过一样礼物。我攒了半年的钱。听说你们这里的香水能治病，姐姐，这些钱够买一瓶吗？妈妈，这是我攒钱给你买的香水。我听人说这个香水可神奇了，能治好哮喘，缓解病情。傻孩子，浪费这个钱干嘛？妈，这个病啊，治不好的。有这钱，你多买点肉吃。妈，你就试试嘛，求求你了。好，好，好，妈用这个香水，妈现在就用。妈妈，有用吗？小杰，味道是挺好闻的，不过嘛，等等。我感觉喉咙没那么痒了，肺部那种像针扎一样的刺痛感消失了，我能喘上气了。我就知道有用，我就知道。病友们，我女儿给我买了一瓶叫彩彩香水的古方香水，我刚喷了一口，哮喘立刻就压下去了，神药啊！真的假的？香水能治哮喘？张姐，你别是遇到骗子了？千真万确。我拿命担保，才288一瓶，就在市中心那个彩彩线下门店。真有这么神奇吗？288买不了吃亏，我这就去试试。我也去，我这老慢款快折磨死我了，拼了！赵总，李老师，涨了，涨了！刚才全市30家线下门店疯狂打电话过来，货物被一扫而空，全卖断货了。单日营业额破100万，我们天雪集团马上就要重回巅峰。精明哥威武，我就说我的投资眼光不会错。干杯，为魔鬼香水干杯！徐总，出事了，出大事了！你瞎了眼吗？
没看见我们正在庆功，好丧什么？什么事？蔡集团的股市香水触底反弹，低开暴走，彻底卖疯了。短短1天，他们所有门店全部卖断货，单日营业额即将追平我们。什么？怎么可能？本台最新报道，短短3天，本市香水市场迎来史诗级大换牌。财财集团推出的股市香水，以独树一帜的药香同源风格，彻底杀出重围，成为广大呼吸道患者的绝对福音。除开健康功效外，其本身香味极其能打，碾压市面一切化工香精。产品短短上市5天时间，完成史诗级逆袭，从门可罗雀无人问津到现在彻底卖爆，单日营业额强烈突破300万道关。赵总，您简直神了！不搞营销，不打价格战，全靠口碑发酵，果然如您一语中的，我们完成了逆风翻盘。用良心对待产品，把顾客当亲人，拿到这个结果是意料之中的事。就是天雪集团许家那边，恐怕现在就不太好过了。嘿嘿，天雪集团大楼黑云压顶，怨气冲天，这是破财和牢狱之兆呀！做这么多坏事，报应还在后头呢。李教授，等着看吧，好戏现在才刚刚开始。天，才短短5天时间，他们的营业额竟然就超过了我们！赵昭衍这个贱人，他凭什么运气这么好，又让他踩对了风口？金明哥，接下来怎么办？再这样下去，我们的市场全没了。什么意思？你不是说你们科技天下无敌？现在怎么办？许先生，不要慌，既然常规手段压不住他们，那我们就加大科技神经剂量，让成瘾性翻倍。只要闻过1次，就再也离不开我们的香水。就这么办！我要在接下来的5天里，让魔鬼香水再度把财财香水死死踩在脚下。老婆，别喷了，我总觉得这个魔鬼香水有问题。你看看你现在，饭也不吃，门也不出，最近连睡觉都要喷着睡，这太不正常了。你懂什么？这叫顶级香氛体验，不喷我浑身难受，像猫抓一样。老婆，老婆，老婆，你醒醒，你别吓我！史密斯先生，加大剂量这招果然好用，市场份额重新回到了60%，暂时把财财香水压住了。我就说嘛，赵昭嫣拿什么跟我们？慌慌张张的干什么？又怎么了？徐总，刘总，出大事了！徐总，刘总。之前使用咱们魔鬼香水的很多客户，接连出现大规模晕倒、抽搐，甚至休克。那和我们魔鬼香水有什么关系？买我们香水的人那么多，总会出现几个自己有基础疾病的，让他们自己去医院看病，跑来找我们干什么？不是这样的。刚才市医学院出了最新的检验报告，已经查出魔鬼香水里面含有超标的违法神经毒素，是会致死的。什么？徐总，不好了！患病家属现在全堵在楼下讨要说法，我们的人根本挡不住。全部退钱，血债血偿！徐总，不好了！所有合作商全部打来电话要说法。不仅中断合作，还要告我们违约，索赔金额高达10个亿。徐总，不好了！警方和工商局的人已经在楼下了，全网都在疯狂讨伐我们，我们的官微已经被骂瘫痪了。徐总，股价开盘直接跌停，市值瞬间蒸发了50个亿，资金链彻底断裂了。你们，慢点吃，没人跟你抢。赵总，天雪集团彻底完了。
毒香水事件全面爆发，工商局和警方已经立案。您真是料事如神呐，连他们什么时候报北都算得一清二楚。李教授，不是我料事如神，这是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。他们为了利益不择手段，走到这一步是必然的结果。走吧。去哪儿？去天雪集团，该算算账了。许精明、柳清雅、史密斯，你们涉嫌生产有毒有害产品，危害公共安全，全部带回警局接受调查。放开我！我只是挂名总裁，香水不是我研发的，不关我的事。有话回警局说，快走。徐总，听说魔鬼香水致人休克，是真的吗？刘总，天雪集团涉嫌谋财害命，你们有什么想对受害者家属说的？我什么都不知道，我是来旅游的。滚开！都给我滚开！关你们什么事？再看我砸了你们的破机器！一切等到水落石出，我本人以及天雪集团一定会给大家一个答复。如果是产品问题，我们负责到底。负责？市值蒸发50亿，拿什么负责？那是赵总，赵总来了。才集团的赵昭雪了。怎么，你赢了，专门跑来看我笑话呢？你的笑话我没兴趣看，我只是来完成赌约。赵昭雪，你非要做的这么绝？漂亮姐姐，千万不能心软，善良是驱散不了豺狼虎豹的，得靠火。彩彩说的对，对付这种人绝不能留情。我做的绝？许精明，当初许家即将破产退市，是我赵昭雪力挽狂澜将许家救活，我呕心沥血通宵达日，把天雪集团带到行业第一，我得到了什么？婚内出轨我的下级，联合起来把我赶出公司，丢出家门，以冻结我所有的银行卡，恨不得我死在街头。现在你来问我是不是太绝了？天雪集团前总裁爆出惊天内幕，许精明原来是个忘恩负义的软饭男啊！赵昭雪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你非要彻底毁了天雪集团吗？你别忘了，那也是你曾经的心血。从你们背叛我，把我像垃圾一样扫地出门的那一刻起，他就不是了。我今天来，不是为了毁掉什么，而是来拿回属于我的痕迹。赵昭雪，有什么事我们私下里说不行？如果是以前的我，或许就答应你。但是有人告诉了我一个道理，那就是善良和温柔是无法驱散黑暗的，必须得靠火。许精明，你我1个月对赌协议你输了，赌约第1条，天雪集团立刻退市换名，从今天起不准再玷污天雪集团的招牌，因为这个雪字你不配用。好，我答应。赌约第2条，正好趁着今天全城媒体都在，我要说一件事：婚内期间，我赵昭雪没有对不起你许精明1分1毫。事业上我倾尽所有，家庭上我问心无愧。是你许精明婚内出轨，道德败坏。你闭嘴！所以，不是你许精明休了我，而是我赵昭雪不要的你。说完了，你满意了？现在该你了。关我什么事儿？立赌约的时候你就在这儿，你也接了赌约。怎么，现在想赖账？什么赌约？我不知道。早知道你这种人不见棺材不掉泪，还好我早有准备。这个 U 盘里有你知3当3勾引许精明的所有开房记录和转账记录，还有当初天雪集团香水爆围事件，你疏忽大意、1意孤行、无视安全警告的会议录音，全部都在这。需要我交给媒体？
现在 U 盘在我手里，就算是我勾引的许精明，就算毒香水是我拍板的又怎样？你有什么证据？你去告我啊！我就猜到你会这样。那个 U 盘里面什么都没有，空的，只不过是拿来炸你的。想不到你这么容易被炸出来。刘清雅，你还是那么蠢。录下来了，他自己承认了毒香水是他干的。赵雪，你阴我！阴你又怎么？我只是拿你当初对付我的手段，略施一点用在你身上，你就受不了了。赌约第3天，也是最后的，你3番2次辱我的财产，扬言要把它炖成狗肉汤。现在，立刻向慈菜道歉！你真要我像一条狗道歉？赵雪，你疯了！我不，让我跟一条狗道歉，痴人说梦，我死也不道歉。怎么，徐总，输不起，输了对赌合约，连最后一点人品也要输得干干净净。青瑶，跟他道歉。清明哥，你让我给狗低头，我以后还怎么在圈子里混？我说了，道歉。对不起，赵雪，天雪集团不会这么容易倒下，你等着。有什么招数，尽管使过来就是。我等着。老实点，带走。国家级重点扶持项目单出炉，财财香水凭借卓越的健康功效成功入选。财财，听见了吗？咱们的香水被国家立为重点项目了。线下门店正在以每天10家的速度疯狂扩张，全国铺货。漂亮姐姐，千万不要盲目扩张，一定要注意品质的把握，步子迈大了，可容易扯着腿。明白，品质第一。目前财财香水每天的销售额已经稳定突破2000万，而且我曾经在天雪的那些老合作商全部跑来找我重新链接，光是这几天的预售订单就已经超过了50个亿。财财，真是不敢相信，咱们仅仅用了1个月的时间，就从3个亿赚到了50个亿。漂亮姐姐，这才哪到哪儿呀？财财说过了，可是要帮你登顶龙国首富的，50个亿只是一个开始。好，好，好，咱们财财真有能耐，我一切都听财财大老板的。财财赚了这么多钱，我想成立一个专项基金会，专门用来帮助那些看不起病的呼吸道疾病患者，取之于民，用之于民。漂亮姐姐做得对，积累福报就是积累财运，财财最喜欢心善的人啦。不过，漂亮姐姐接下来可要小心了。财财闻到了好大一股黑气，你的那位前沙蝎已经被保释出来了。这一次，咱们和他们可就是彻底的水火不容了。废物，一帮不中用的东西！我许家的脸全被你们丢尽了。要不是老婆子我拉下这张老脸四处求人，你们现在还在局子里蹲着。
妈，是我大意了，我信错了那个史密斯。行了，事已至此，这件事不要再提了。你们本来也是受害者，所有的责任问题现在都由那个外国人承担。我就知道妈最厉害了，您简直是我们许家的定海神针，没有您，天雪集团可怎么办呀？今天把你们叫来是要说2件事。第一件事，1个月后，港岛商事集团会来一趟荆州，办一场顶级晚宴，到时候全国各大的名流财阀全部都会参加。商事集团那个传说中市值近1000亿，真是财富深不见底的超级财阀。妈，这样手眼通天的大人物来我们荆州这种地方干什么？具体情况我也不清楚，听说是为了投资引商，寻找合作伙伴。我花了天大的代价弄到了当晚宴会的入场券，那晚全是大人物，个个身价不下100亿，是真正的100亿俱乐部。我不奢求你们得到商家的垂青，但你们务必给我钻进去，多结交几个100亿人物，天雪集团就能起死回生。是，妈，我一定办到。最近我们许家和天雪集团真是走了大霉运，遇到了水逆，万事不顺。妈，我也觉得邪门。自从把赵昭雪赶走后，好像喝凉水都塞牙。精明哥，你提那个晦气的女们干什么？所以，我专门去请教了一位风水大师。大师跟我说，我们许家即将诞生一位财神。什么？什么？大师，我们许家最近厄运连连，到底是何原因？不该这样。我算了一卦，你们许家运势应该财运亨通，一飞冲天才是。卦象显示，天上的一位财神将会在你们许家诞生。什么？既然有财神降临，那为何我们还会接连倒霉？我明白了，卦象显示，这位小财神投胎出了大问题。投胎出了问题，这是何意思？这就不是我所能窥探了。总之，这一切应当与你儿子妻子有关。总而言之，记住一句话：爱妻者风生水起，亏妻者百财不入。让你儿子对自己的妻子好一些，最好早日怀上孩子，迎接财神的降临。所以，清雅，只要你能怀孕，我们许家的危机一切就将迎刃而解，甚至还能更上一步，成为首富。妈，您的意思是，我只要怀上一位财神宝宝？那位大师所说，应当就是这个道理。原来如此。精明哥，你听到大师说的了吗？爱妻者风生水起，你以后可要对我好一些。好，我努力。商事集团的晚宴1个月后开启，在这1个月时间里，必须让清雅怀孕冲喜。妈，您放心，保证完成任务。赵昭雪啊，赵昭雪，你个扫地出门的贱人！一旦我怀上小结石，整个荆州都是我，你拿什么跟我斗？好吃好吃，跟着漂亮姐姐天天吃香喝辣，财财肚肚饱了，就有力气用法力了。赵总，您看这是什么？港岛商事集团100亿晚宴。李教授，推了吧，我不想去掺和这些大家族的事情。听说这次是100亿晚宴，起步都是100亿身家，我们财财集团才刚起步，人家怎么会看上我们？漂亮姐姐，去，必须得去！这次商家来到荆州，有意寻找内地合作伙伴。漂亮姐姐如果抓住这次机会，财财集团就能一跃冲天，距离世界首富更进一步。乖财财，我也知道是个机会，可是……漂亮姐姐放心好了，财财最近法力大涨，嘿嘿。再说了，那个商家当初可是托了我的福运才能走到今天的，他们敢不给你面子？好，好，好，既然财财大老板发话了，那咱们就去会会这个100亿财阀。请财神爷庇佑商家，商家必当广结善缘，多做善业善报，绝不负财神所托。知道我这次为什么要亲自带你们来荆州吗？父亲是为了寻找内地合作方，打破商事集团目前的发展强景。这只是其一，最关键的一点，港岛的龙大师夜观天象，1个月前陆存星突然坠落，这代表着财神降世，而降世的地点就在荆州。求财神爷显灵，救我商氏一脉！
我商修文发誓，将来必多行善事，积累福报。好呀，好呀。不过你答应了财财，可就不能说谎哦，说谎要吞1000根子的。绝不说谎，绝不说谎。我们商家当年就是因为财神爷的庇护才得以兴旺。这次找到财神，必当倾尽全族之力，以最高规格对待。听明白了吗？明白。我才不信什么财神这种鬼话。就是，荆州这么大，上哪儿去找？我看爹爹当年就是淋雨发烧，产生幻觉。小弟、小妹，慎言！财神是我们商家最高贡，立刻动用一切资源，翻遍荆州，也要把转世财神找出来。漂亮姐姐，财财肚肚胀，要去尿尿。去吧，去前面的宠物专用卫生间，我在外面等你。哎呦，这不是赵总吗？堂堂财财集团董事长，还亲自来巡店啊？你每天不是跟那条破狗形影不离吗？怎么，今天没带你的狗儿子出来？柳青雅，你嘴巴放干净点，我的狗也比你这种又蠢又坏、不知廉耻的白眼狼强100倍。赵昭雪，你个贱人骂谁是不知廉耻？放肆！一个被赶出家门的弃妇，也敢在这里嚣张！青雅，给我掌嘴！赵昭雪，你也有今天？你真以为开个破公司就能骑到我们许家头上？小丫头片子，还真以为自己翅膀硬了，能在我老太婆面前摆脸色了？青雅，给我掌嘴！住手！没事，谢谢。哎呦，我还以为你多清高呢，原来是不知道从哪儿勾搭来的野男人，怪不得当初急着跟精明哥离婚，原来是早就找好下家了。柳青雅，我警告你，说话放干净点。这位小姐，你的嘴巴似乎比这商场的垃圾桶还要臭。你算哪根葱？还挺护短。听好了，我是荆州许家天雪集团现任总裁。你又是什么玩意儿？敢插手我们天雪集团的事儿？这位先生，这是我跟他的私人恩怨，你先走吧，免得惹上麻烦。没事。大少爷，这个天雪集团许家风评不是很好，最近主营业的香水爆了雷，公司刚解除查封，也是今晚参加咱们商家晚宴的嘉宾之一。哦，这种劣迹公司也能入我们商家的晚宴？许家天雪集团，你很快知道我是谁。哟，吓唬谁呢？还我会后悔？你以为你穿身定制西装就是个人物了？装什么大尾巴狼？好啊，希望你到时候不会后悔。柳青雅，你再多说一句，就别怪我打电话告你寻衅滋事了。你要搞清楚，你现在还属于取保候审状态，再进去一次，我就没那么容易出来了。罢了，青雅，我们走，犯不着跟这种晦气的东西计较。赵昭雪，你给我等着，我的肚子里可是要孕育财神的存在。等我怀上财神爷，整个荆州都要踩在脚下。漂亮姐姐，你流血了，是谁欺负你？我去咬他。没事，不小心蹭了一下而已。听你们刚才的对话，小姐是财财集团的总裁赵昭雪。我是，刚才多谢先生解围。赵小姐的事迹我也听说了不少，刚才那2位是许家的人吧？赵小姐离开许家是对的，财财集团的发展潜力强大，也是我此次来滨州重点考察的优质项目，未来大有作为。荆州考察，先生是？赵小姐，我们很快会再见面的。今晚的晚宴，重点关注一下这位财财集团的赵总。是，大少爷。这人到底是谁？恒越集团的马总，远洋重工的李总，商家的面子还真是大。这次晚宴上，光是达到数千亿市值的集团代表就不下5指之数。
百亿市值的更是多如牛毛，哪怕是正值巅峰时刻的天雪集团，在这里也只能算垫底。我们财财集团真是来长见识了。漂亮姐姐，他们是很厉害，但你也不要妄自菲薄。想当年，他们可都是天天给财财磕头的信徒。好，好，好，有我们财财大老板在，财财集团迟早把他们全收购了。刘总，以后天雪集团的业务还请您多多关照。金明哥，你看，赵昭雪，他怎么？商家二小姐，小少爷到。好帅，这才是真正的顶级豪门少爷。青阳，你在看什么？别忘了妈交代的任务，我们是干正事来的，多结交人脉。知道了，知道了。赵总是吧？最近荆州关于你的新闻很多，一个豪门弃妇能在这么短时间内把公司做到这个地步，算是可圈可点了。商少爷过誉了。说起来，我们商家也打算进军内地的奢侈品行业。你的财财香水配方不错，但定位太廉价，在我看来，这种好东西就不应该卖给那些穷人。跟我们商家合作，我们有无数种运作空间，把价格翻个几倍、十几倍都不成问题。商少爷言重了，我能走到今天也只是运气好。不过，财财香水主打健康平价，涨价的事情我目前不太考虑。真是给脸不要脸！商少爷，您别跟这种不知好歹的女人废话，她就是仗着有几分狗屎运，还真把自己当颗葱了。从商不讲究赚钱，去讲什么良心，真是无聊透顶。要讲良心，干脆去庙里做慈善好了，开什么集团？三弟，你们聊，我去找找看有没有真正能搞钱的好项目。商少爷，您别跟这种不知好歹的女人废话，她就是仗着有几分狗屎运，还真把自己当颗葱了，也不看看自己什么身份，真以为自己赚了点钱就能融进上流社会了，还敢拒绝商少爷？商少爷，失陪。商少爷，我是天雪集团总裁柳清雅，初次见面，敬您一杯。天雪集团有点印象，曾经也算是内地香水行业的领军者之一，可惜你们的市场全困在国内，对于港岛和海外的份额几乎为零。所以呀，这不是正需要商少爷您提携提携吗？我们天雪集团的实力绝对帮你满意。父亲，我立刻安排顶级的海外医疗团队来荆州。不必了，我的情况我自己清楚，谁来都没用。这辈子能走到这一步，我知足了，没有遗憾。我唯一怕的是我在的时候还能压住下面的人，万事善为先。我一旦离去，恐怕下面人就不会讲这么多规矩，万事变成利为先，到时候财神爷怪罪下来，商家就彻底完了。父亲放心，我会替您守住商家的底线。我走后，商家自然交给你，但你担任继承人，是因为你是长子。灵竹和少爷恐怕会面服心不服，这么下去，商家必散。你必须要在能力上彻底压过他们。这次晚宴，我打算让你们兄妹三人各选一家公司投资，先1个月。父亲放心，我会让二妹和三弟心服口服。哦，看你这胸有成竹的样子，有人选了？有了，那就好。投资是小事。哎，对了，我问你，财神降世的情况有没有找到人？荆州太大，目前还没有确切线索。抓紧时间，财神是我们商家重中之重，商家受了财神的福荫，我们必须报恩。行了，你出去接待宾客吧。荆州还有几位老朋友，我也该见见了。是。哎呀，商少爷好坏。许夫人这么热情，就不怕你丈夫看见？他现在讨好我还来不及呢，也敢对我发脾气，不怕告诉商少爷，有位神算大师算过，我的肚子里马上就要孕育一位降世的财神活，我怀的孩子就是小财神。商少爷，你弄疼我了！你说什么？你再说一遍。我说，大师算过，我肚子里会有财神降世。好，好，好，老头子说的果然没错。财神真的降世在荆州，踏破铁蹄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工夫。只要我掌控了这个女人，整个商家就都是我的。现在，
跟我走。全听商少爷安排。哇，好吃好吃！这里的饭饭比那个坏女人的脸皮还要厚，我要把它们全吃光。慢点吃，没人和你抢，没人离我们更好，落得清闲。赵小姐倒是随遇而安。赵小姐，我们又见面了。你怎么也在这里？怎么，我不能来？当然能来，不过看起来你跟我一样，也被冷落了。算是吧，凑个热闹。哎呦，大少，大少！那边怎么了？是有人找你吗？赵总看错了，一个喝醉酒认错人的宾客罢了。其实没人搭理也挺好。我们才财集团做香水，初衷就是为了治病救人，健康平价，这是底线。那些资本只看重暴利和回报率，我们的理念也说不到一块。万事善为先，赵总的格局比大厅里很多人都高出太多。那当然，漂亮姐姐可是财财亲自挑的人。青雅哪儿去了？说好去拉投资，怎么一转眼人没了？哼，不知廉耻！离了婚，转头就找了个吃软饭的小白脸。等青雅拉到商家的投资，有些账早晚要算。哎呀，商少爷，你弄疼人家了。疼，一会儿还有更疼的。财神，只要这女人肚子里的财神降世，商家家主的位置就是我商少爷的，谁也夺不走。商少爷，轻点儿。各位贵宾，有请港岛商事集团掌门人商修文老先生。诸位，老朽此次带犬子和小女来荆州，只为寻找有缘的合作方。今晚我的3个孩子将各自选的一家企业进行投资，期限1个月，谁的回报率最高，谁就是商事集团未来的继承人。也不知道是哪3家公司这么好运，能得到商家的青睐，直接一步登天了。别急着羡慕，万一是你。别开玩笑了，刚才商家的2小姐和3公子都找过我，他们嫌弃我的香水定价太低，没有暴利空间。商家怎么可能瞧得上我这种不看重回报率的生意？各花入各眼，2小姐和3公子不行，万一那位大公子喜欢，更不可能了。那样的财阀第一继承人，眼界只会更高，手段只会更好。我啊，还是踏踏实实卖我的平价香水吧。漂亮姐姐好笨哦！现在，请商家的2位公子和2小姐带着各自选定的合伙人上台。这位是润达科技的杨总，主打房地产，有请3公子。老三，这种场合就这一下都忍不了。二姐，你懂什么？这次继承权比试，我赢定了。青瑶，他怎么跟2公子在一起啊？赵昭雪这个贱人，竟然也苟在晚宴里。今天商场里那个家伙也来了。哼，等我肚子里的小财神降世，再加上商少爷的势力，赵昭雪，我要把你和那条破口剁成肉酱喂猪。最后，有请商家大公子商少尊少爷携合伙人上台。赵总，走吧，该我们上场了。去哪儿啊？当然是上台啊。我们上去干什么？那不是商家继承人选合伙人的地方吗？哎呀，漂亮姐姐怎么成大笨蛋了？她就是商家大少爷，未来商家的继承人商少尊呀！你是？走吧。漂亮姐姐终于又要距离世界首富更进一步了。
这两人上台来干什么？你之前在商场不是问我是谁吗？现在我来告诉你我是谁。这就是我商少尊的合伙人，财财集团放始人赵昭雪女士。什么？这个人是商家大少爷商少尊？财财集团那个卖健康香水的新公司。商大少爷疯了吧？选这种利润低的公司怎么赢？赵昭雪，你竟然勾搭上了沈商家大少爷，难怪敢跟我离婚。好，既然人选已定，我宣布，从今晚12点后，投资比试正式开始。大哥，你还真会选，放着那么多暴利行业不投，选了一个卖廉价香水的破烂公司。你是打算靠卖一辈子便宜货来赢我吗？弟弟，厚德方能载物，无德之人必然无才。你管好自己就行。好啊，那我就等着看大哥你怎么输的一败涂地。走。千雅，千雅，你去哪儿？三少爷，你这是要带我去哪儿？当然是去生财山。可是，怎么舍不得你那个窝囊老公？我告诉你，天雪集团已经完了。你想清楚，是乖乖跟着我当商家的少奶奶，还是陪着许家和天雪集团一起完蛋？当然是跟商少爷了。千雅，你许精明，你别喊我了，我不想商少爷误会。这世界有时候还真小，我真没想到你竟然就是商家大少爷。可能这就是缘分吧，对的人，不管怎么弯弯绕绕，最后都会走到一起去。那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办？1个月的时间要比拼回报率，财财集团的评价路线真的不占优势。赵总，我要投的从来都不只是财财集团，更是你的眼光和人品。接下来，我会从财富、资源、人脉等等各方面全面给你铺路，你放开手脚去做就是。商少爷，你这可是把身家性命都压我身上了，我感觉压力好大。漂亮姐姐不怕，有财财在，财财把天上的财运都给你搬下来，冲啊！好，既然商少爷这么信任我，我也绝不会让你输。时间不早了，明天上午我带团队去财财集团正式签约。好，明天见。这小狗真可爱。算你有眼光，以后你也是财财罩着的人了。刘清雅，你昨晚干什么去了？清明哥，看你说的，我昨晚一直在和商家的人谈生意，为了咱们天雪集团拉投资啊。谈生意，谈生意谈的彻夜未归，谈生意谈的满脖子全是吻痕。刘清雅，不要骗我，给我说实话。好啊，本来还想再装一下，这样对大家都好。许精明，既然你非要打破砂锅问到底，那我就告诉你，我昨晚整整1午都和商少爷在一起，我们在酒店的大床上整整1晚上。好了，结果告诉你了，你满意了？不知廉耻的贱女人，我打死你！干嘛？想打人啊？老太婆，我告诉你，你以为我是赵昭雪那个傻货，任你揉搓打骂？哎呦，妈！所以，刘清雅，你从头到尾都在拿我当跳板接触商家是吗？是啊，又如何？当初我拿赵昭雪当跳板接近你，现在自然就能拿你当跳板接近商家。这么简单的道理，你都看不明白吗？所以，你从来就没爱过我，你一直在利用我。爱你，真是笑死人了！谁会爱一个靠着老婆起家，转头就把老婆一脚踹了的无能蠢货？你许精明除了会吃软饭，还会干什么？贱人，我杀了你！
正式通知你们，你们许家在我的游戏里出局。刘清雅，你这个毒妇，你不得好死！你绝对不会有好下场的！我没有好下场，老太婆，我还得谢谢你呢。谢谢你告诉我，我能怀上小财神的事，以后的我只会母凭子贵，成为商家高高在上的少奶奶，而你们就和天雪集团一起在阴沟里腐烂发臭吧。昭雪，1个月的时间要赢下这场继承权比试，单靠财集团的实体香水销量速度太慢，利润率也不够。最考验投资眼光，也是资金翻倍最快的地方，是股。可是股市瞬息万变，商少爷那边肯定也会动用庞大的资金池去狙击我们。我们该选哪只股票入场？漂亮姐姐别怕，有财在。股市就是财的后花园。漂亮姐姐，听财的，直接买入这4个板块：新能源汽车、AI 科技、人脑接口还有生物医效。这4个行业的财气直冲云霄，未来1个月绝对全线暴涨。商少爷，我决定了，资金分散，直接买入新能源汽车、AI 科技、人脑接口和生物医药这4大板块的龙头股。英雄所见略同，昭雪，你的眼光确实毒辣。目前这次比试，我们商家3人名下能调动的流动资金是100个亿，要比的就是这100个亿的回报率。那我就听昭雪你的，将这100亿全部满仓买入这4大板块。等，不能全投。财，怎么了？漂亮姐姐，留钱，必须留20亿的现金流。等到29天后，会有一只叫星海重工的垃圾股爆出惊天利好，直接连拉10个涨停板，那才是我们一击必杀的底牌。等等，怎么，昭雪，你要改主意？不全投，留20亿现金在账上。29天后，我要用这20亿买一只谁都想不到的股票，给商少爷和柳清雅致命一击。好，我信你。哇！把网线销毁这台电脑，任何人不得透露交易记录。是。股市的消息封死了，接下来做戏做全套。明白。表面上我们全力扩张财香水的线下门店，让商少爷以为我们所有的底牌都在香水上。嘻嘻，明修栈道，暗度陈仓，漂亮姐姐和帅哥哥学坏喽，财喜欢。二小姐，饶命！二小姐，饶命！我给你100亿，你说那块地皮绝对翻倍，结果呢？买完就出新政策，20天亏了50个亿！滚！把他给我送进局子！我商林竹出局了。恭喜三少爷，柳小姐她怀上了。好，老天助我！那少夫人这边的安胎药，什么少夫人？我商少爷会捡许敬明穿过的破鞋，他不过是个生下小财神的工具罢了。记住，叫她柳小姐。是。三少爷，二小姐投资烂尾楼亏损50亿，已经出局。预料之中，我那大哥呢？大少爷和赵昭雪这10天一直在疯狂开香水店，目前占据了全国40%的市场份额。我的好哥哥还真是倔强，靠卖几百块的香水跟我斗，这利润远远不够。少爷，我不负所托，有了。清雅，辛苦你了，你可是我们商家的大功臣。签了这份股权代持合同，以后我赢下商家，也就是名正言顺的少奶奶。好，我签。30天期限已到，商家基审投权比试结果清算现在开始。二小姐，您的合伙人杨总呢？别给我提那个王八蛋，骗老娘去搞地产，现在被我送进去踩缝纫机了，我认输。有请大少爷、三少爷携合伙人上台。大哥，听说你这1个月天天在街头卖香水，真是辛苦了。赵昭雪，财运早就抛弃你了，这次你输定了。呸！你肚子里装的全是煤气，还敢冒充本财神，一会儿让你哭都哭不出来。弟弟，结果没出来前，话别说太满。谁输谁赢，
拿数据说事。请三少爷在终端输入您的投资账户。大哥，睁大眼睛看清楚，什么叫真正的资本运作？三少爷投资项目，腾飞汽车，投入本金30亿，目前市值150亿，单项目回报率5%。天哪！30天翻5倍，股神在世啊！大少爷拿什么赢？卖1万瓶香水也追不上这零头啊！大哥，别挣扎了，拿你那点卖香水的钢镚来给我认输吧。才5倍，漂亮姐姐，该我们亮底牌啦，吓死他们！实体香水扩张再快，也比不上股市的资本裂变。少尊这次选错了赛道。就是卖那种几百块的廉价香水，累死累活能赚几个钱？大哥输定。还有，三少爷还投资了天宇科技和神农医药。天宇科技投资30亿，回报率8倍，240亿；神农医药投资30亿，回报率9倍，270亿。天哪！30天总回报逼近1000亿，商业奇才。三少爷绝对是100年难遇的商业奇才。我暗地里动用商家海外资源，疯狂造势做局，砸进去的钱远不止100亿，更何况我还有柳清雅肚子里的财神币。大哥，该你了，让我看看你那卖香水的账本够不够我塞牙缝。赵昭雪，看到没有？这就是我的财运，你拿什么跟我斗？所以，清算财财集团的资产。财财集团市场份额全国第1，估值翻了10倍，目前总资产100亿。1个月翻10倍，确实厉害。可惜啊，实体利润太薄了，10倍回报也才100亿，在三少爷的1000亿面前，完全不够看，输定了。丧家之犬就是丧家之犬，赵昭雪，赶紧认输。大哥，那就这样吧，不必再看下去了，给自己留个体面。商家继承人的位置重了。谁告诉你们，我们只投资了财财香水？大少爷隐秘账户买入激光新能源，连续30天依次涨停，投资20亿，单项目回报率20倍，400亿。AI 科技龙头投资20亿，回报30倍，600亿。人脑接头板块投资20亿，回报25倍，500亿。4大板块全线涨停，总计回报超过1500亿，1500亿！我的老天爷，这才是真正的股神！大少爷杀疯了，把三少爷按在地上摩擦呀！不可能，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你怎么可能踩得这么准？别急，还没完呢。王牌出击！星海重工投资20亿现金，单月连拉惊天牢号，回报率100倍，单项回报2000亿。输了，彻彻底底的输了。我没有财运护体，我肚子里有小财神，我们怎么会输？财神？我财你妈！贱人，你签的是无限凌驾责任债务书，老子做局亏的几百亿窟窿，全算在你头上。什么债务？你骗我！保安，把这个背债的贱人给我送进去。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我是少奶奶，赵昭雪，救命啊！救命！
我饿。大师，你不是说我爱妻者风生水起，有财神庇佑吗？为什么我们会落到这个地步？天雪集团破产，我们成了乞丐。痴儿啊痴儿，老朽说的明明白白，爱妻者风生水起。可我说的，你那风雨同舟的原配妻子赵昭雪，被你亲手赶出家门，你宠妾灭妻，毁了财神降临的根基呀！百财不入，家破家亡，皆是你咎由自取。赵雪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。老婆，商氏集团的全球业务已经整合完毕了。你这位新晋的女首富，今天感觉怎么样？挺好的，少尊，我只是突然好想猜猜，他帮我们赢下一切后，就突然消失了，他到底去哪儿了？傻瓜，他是天上的小神仙，肯定是回天庭赴任了。妈妈别哭！玉帝伯伯说我立了大功，为我重新安排了投胎指标，这辈子我彩彩可是首富的亲生女儿啦！妈妈，准备好迎接本财神降临了吗？冲呀！彩彩，真的是你。财神到。